来啦！小神棍啊，不是关主啊，你能不能出手救救我大姐？我大姐真的快不行了。这人呐，终有一死。再说了，连宫里的太医都没有办法，我又能如何？他们都是些庸医，看不出我大姐究竟什么病。再说了，那些太医也配和你比吗？你医术天下第一绝。哎呀，行了吧，你也不必为讨好我而贬低他们。太医们战战兢兢的在宫中当差，也都是各有绝活。我也没说错啊，他们就很差。我大姐一直好不起来，还越治越虚，今日更离谱，都直接吐血了。他们非说我大姐是秋日时邪气入体，没好全。依我看，大姐更像是中毒了。哦，何以见得？就她吐的那血，又黑又稠，闻着还腥，就跟一股死鱼味一样的腥。要真是风寒导致虚弱，还能吐这样的血吗？她病了多久？有半年了，秋后就一直在调养。我知道你不太愿意去宫里那鬼地方，不论是太医还是外面的名医都看了，药吃了不少，人却不见好。要不是没办法了，我也不敢来找你的。我在想穆皇后是不是挡了别人的道了？我们也觉得是这样，尤其是立了太子后，我们穆家地位也大不如前了。难怪你脸上嚣张的神情都少了，除了一如既往的傻，还多了2分沉着。这是觉得靠山不太稳，不敢造次了？什么嘛，我这是长大了，变成熟了。不管谁当太子，我都是当朝最名正言顺的小国舅。呵呵，你就说能不能去看看我大姐，是个极好的人，你发个善心吧。我怕你们穆家出不起我要的枕巾。你想要多少？我这次不要银子。假如这太子之位换个人做，你们穆家能支持吗？我没听错吧？换太子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没听错，造反的风终于吹到你们穆家了。太子挖了你家祖坟啊？虽然，但是也差不多。太子的母族周家的人派兵去围了我清平观，还打伤了观中一个老道长。你想拉太子下马，是要另扶持他人吗？这就不是你一个傻子该关心的了。回家去，叫你老子来。想让我去给皇后娘娘看病，就让你爹决定，这枕巾是给还是不给。那你等着，我去叫老登来。此时，不远处的陈文侯人都麻了，他竟从自己那纨绔儿子口中听到一个神棍想要造反的事。带着满腹忐忑，陈文侯见到了秦刘熙。没错，造反。关主真会说笑。侯爷，我可不是在说笑，太子我是一定要拉下来，让别人坐上去的。我也知道穆家的司令，只要穆皇后在，谁当太子他都会是太后。但太子有生母在的话，世人会奉谁是真正的太后，可不好说。想来这一点，你们也清楚。而且如今穆家并没有什么选择，要么被人压着，要么扶持可靠的皇子上位。而当下能和太子争的几个王爷，哪个没生母的？就因太子母族得罪了你，所以你才要把他拉下来。也不完全是，只是他们刚好撞到了铁板上。太子为储君，不过不失，虽优柔寡断，但行事并不冒进。你干脆说他不足以有为君主的魄力吧，跟你明说了吧，未来这天下一定会乱，会大乱。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，能稳得住乱世吗？你说国运有变，如今的朝政官场是个什么情况？侯爷比我更清楚。如果一直这么下去，天下动乱是早晚的事。现在说这些，你可能觉得我危言耸听，那我们就只说穆家的利益，扶持一个能当明君的，捞个从龙之功，总比被动的看人脸色要强吧。娘娘无子，一旦末世，侯爷的爵位，怕也不能再是承恩了吧？我能冒昧的问一句，关主是看中了哪个皇子为明君，或是哪位能人？听闻陈文侯的话，秦刘熙心中满是惆怅，周围也没人能真正理解他的情绪。其实眼下这种情况，他可以把心中苦闷吐槽到社交平台，默默里就可以分享心事，毫无顾忌的表达情绪，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一起聊聊天，心里就没那么难受了。你放心，这江山还是姓齐，只是他是最不可能登位的皇子。陈恩侯若要入局，可看另项行事。好家伙，连当朝相爷都被你拉拢了，关主野心之大，就不怕本侯把你捅出去吗？侯爷敢吗？那关主能否保证一定把娘娘救回？不能，人都没见着，不知什么个情况，我怎敢保证？万一救不回，岂不打脸？不过嘛，就算救不回，这笔买卖你穆家永远都是稳赚不赔的，是最大的赢家。什么意思？你说的那个皇子，难道是？正是侯爷所想，是你女婿呢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他一个私生子有这破天富贵，你们穆家真是得了大便宜。关主没开玩笑，当真是他？自然，所以说穆家这破天富贵是最稳的，就是这关系吗？会乱了点。那就请关主入宫给娘娘看个诊。翌日，秦刘熙跟着穆夫人入宫，宫中人多眼杂。此行，他的身份是穆夫人的外甥女。委屈关主了。谈不上委屈，一个身份罢了。按着夫人所说，娘娘是食欲不振，夜不成寐，身体阴冷，脾气郁躁。那可有试过请僧道来看是否中邪？
宫中那个无上国师看过，但也只说是身体之故，而且宫中乃是真龙之地，邪祟岂敢在此留存？那可未必，皇宫虽有真龙在，但死的人多，同样也有阴魂的，只是因为龙气镇压，他们不敢放肆，有些甚至连魂体都拧不起来，也就无法作祟罢了。很快，二人便是来到了凤阳宫前。翠竹，娘娘可醒着？娘娘刚醒来不久，在等着夫人呢。太医也刚走。进到殿内，穆夫人正要下拜，却被穆皇后阻止了。都是自家人，母亲不必行此大礼。这位便是不求关主吗？本宫早就从17弟嘴里听过你的大名。贫道见过皇后娘娘。齐留希看着眼前的穆皇后，身材消瘦，双眼微微下陷，看起来精气神极差。娘娘的病很重，可容贫道先扶脉。有劳你了。穆皇后脉象奇怪，时而缓慢，时而急促。齐留希看她脸色有些赤红，双眼越发的浑浊，身子也在微微发抖，像是坐不住似的，十分焦躁。娘娘如今何处不适？本宫头好晕，好疼，好烦。你行了没有？娘娘，你是在服用50散吗？什么？怎么会？50散药性燥热会烈，服用之人全身发热，让人迷失心智，失去痛感。长期服用更是会上瘾中毒。这是投毒，查，必须查，是谁对娘娘下此毒手？夫人先别震怒，想来娘娘是自愿服用的吧？放肆！此等禁药可致人兴奋迷幻，有些医者更是用其当作麻沸散。不过这些年大风似乎是不允许大量传播的。闭嘴，闭嘴！本宫的头好痛。翠竹，快给本宫拿药来。娘娘。穆皇后顿时面露狰狞，浑身发抖。齐留希见此，忙语金针让她冷静了下来。可忽的，外头又传来声音，是贤贵妃来给皇后请安了。去拦着她，就说娘娘在看诊，不容人惊扰。翠竹匆匆而得去，可没一会，贤贵妃竟还是要硬闯。贵妃娘娘如此，待娘娘醒来，奴婢必然如实上报。贤贵妃是太子生女，这些年太子一脉总想扶她上位，好让太子名正言顺。妹妹实在担心皇后姐姐，才大胆失礼，还请皇后姐姐恕罪。出去！哪来的医女，简直放肆！我是真实，不容外人在场，下错了针，伤了娘娘凤体，谁来负责？翠竹，请贵妃出去。既然姐姐不便，那妹妹过后再来陪姐姐说话。她是越发嚣张了，连凤阳宫都说闯就闯了。大师，本宫头很痛，50散确实是本宫主动要求吃的，能不能？你不能再吃了，这50散已在你体内形成了毒，再这么下去，你迟早会熬不住的。可本宫实在受不住了，好冷，头好痛，只有50散才可缓解。娘娘有我在，不必担心。此事为何不告知我们？娘娘说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，所以才不曾说的。也未必，太医开这个药本就是知情人，他要是捅出去了，那娘娘的处境同样不太好。不会吧？林太医一直负责我的脉象，也是信得过的。从他给你50散开始，就信不过了。50散是可以镇痛，但长久服用必然会产生依赖，一旦上瘾，甭管你是出于什么缘由吃这药，世人眼中会如何看待您这诟病？到时候你这位置也就坐不稳了。此外，这药本就治标不治本，长此以往必成毒瘾，而你的身体也会受不住毒药的反噬，迟早是个死。那本宫可能戒掉这瘾，还有本宫的头痛症，能有救吗？你如今感觉如何？这似乎不那么阴冷刺骨了。从前太医也针刺过，但效果却不像这般明显。这是什么针法？刚才娘娘发作，形似癫狂，我只能用鬼门13针加以烧山火的针法，拔除你身上的寒气。本宫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感觉到暖和的滋味了，这是不是还有的治？只要是病自然就能治。我观你脉象十分紊乱，虽有50散的缘故，但你本身底子就体寒，产子后也不曾得到精心护养。不仅如此，你还用了大寒之物，根基已伤，补不到根，就是吃再多的补品也是于事无补的。我曾用过大寒之物，没错，时日久远，伤宫伤姻缘，所以我不能再生子了。是，那能知道我用过什么药吗？娘娘，你这寒底非一日之寒，而是早已落成。我便是掐指会算，也不知是何物，但必定是大寒之物。可是本宫真的觉得很冷，入冬之后更是头痛欲裂，痛不欲生。若非如此，又怎会用那种毒物？娘娘这体寒来的古怪，单纯是风寒，不至于如此，倒像是外物所致。你是说有人对本宫下了厌胜之术？不好说，我不曾在你身上见着阴气，但你一再说头疼，这体寒定不一般。没错，像有针刀往头扎的疼，又阴又冷。我要给娘娘减身。要减身，
自然要把衣物摘除。穆皇后虽说被伺候惯了，但面对不熟的人，一时也有些尴尬。娘娘当我不存在就好。你也时常如此给病患看诊的吗？自然不是，就有些妇人之病便需要减身。男子也是一样，男子也减身。于医者而言，男女都一样。我幼时习医，还剖过不少尸体。随后秦刘熙又让穆皇后平躺，照出了金蚕蛊。娘娘不必怕，这是蛊活，不会伤害你，能快速查出你体内的异常之处。若你体内有蛊虫，在他面前也会无所遁形。你怀疑我中了蛊？未必，但都是一下无妨。我们开始吧。金蚕蛊落在穆皇后身上，便是四处游走起来。而秦刘熙则是起了个数诀，以真气探他体内骨骼经络。忽的，金蚕蛊有了动静，只见他正趴在穆皇后的头发上。秦刘熙扒开头发，在靠近百会穴附近，竟是看到一个十分细小的针孔。可有吸食？快去取来。有的。秦刘熙用吸食贴着头皮上的小孔，竟是缓缓吸出一个黑色针头。可穆皇后却是如筛糠的抖了起来，痛得她冷汗直流。秦刘熙见此，捻住针头，猛然将黑针给拔了出来。穆皇后顿时脑子晕眩，感觉魂都要被抽空了。这是从本宫头里取出来的。没错。所以本宫头痛发冷，根本就不是什么风寒导致的体弱，而是这根黑针在作怪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阴煞针是邪恶阴损的法器，这针用人事酝养的时间越长，阴煞气也越厉害。前些日子我便遇到用阴煞针封住女子七窍镇昏的。这样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娘娘身上？而且针在人头上，还能活吗？只要不扎到死穴，便只会感到晕眩和头痛。至于你浑身冰冷，也是他还带的阴煞入体。若非他完全没入你头部里，但凡露出一点，我都能看到阴气。也就是说，本宫中了阴招，却是浑然不知。若非大师，就是我死了，只怕都会被当作风寒体弱了。好，当真是好得很，竟然有人在我眼皮底下要我的命。穆皇后的病因找出，要解决就容易多了。秦刘熙先帮她驱了体内的阴煞之气，而后给了她一道镇煞安神符，让她贴身携带。这阴煞针取出来后，就不会再闹头痛了。但你遭了此罪，且本就上了年岁，再想要从前那般是不太可能。要想活得更长，定要放宽心，平心静气养生。好，大师，那50散，50散得戒了。刚才看你癫狂的样子，已是有一定瘾，但还尚能控制。我的提议是，要么你闭了宫门，对外趁病养病，要么就是寻个寺庙道观养着，心平气和，多听经。我再给你开一瓶丹丸，1天1颗吃着，再配合着药浴增强体质，只要意志力足够大，可以戒掉的。如此就好。那这黑针到底是如何扎进本宫头里的？是啊，娘娘的身边从不离人，尤其是病下后更没断过人，就连施针我们都是在跟前伺候的。除了我，还有一个翠芝，她更是通其黄。太医施针，她都是从头盯到尾的。这翠芝呢？近2日翠芝摔断了腿，并没在跟前伺候。翠芝和翠竹都是自小就跟在本宫身边的，可信？娘娘认为可信便好，要查这些还得你们自己来。不过既然用的是阴煞针，那必然是对道术有一定了解的，要下手也并不难，只需一个障眼术，再避开致命的穴位。下手的人定是精通医术，而要避人，要么他也通法术，要么就是有通此术的人在帮忙遮掩。事实上，自本宫病倒，太医院都有来福供脉，不过一直是林太医把着本宫的脉案。除了太医院，父亲他们也在外寻过民间名医，也曾动过针，只是这样的话，要查就难了。不难的，娘娘怕是忘了我是做什么的了。贫道掐指一算便知。随后秦刘熙将阴煞针放在跟前，取出通脉，连抛6次，待卦象出来后，他指节飞快掐算。西城重阳门靠近运河，有一棵百年柳树的宅子，去那里找。百年柳树，那不是林太医家吗？去取了本宫令牌，让李逵去拿人。是。会不会弄错了？林太医他母亲，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，再好的情谊也抵不过岁月变迁。凌明他也是一样，没有背叛，不过是因为诱惑不够大罢了。混账东西，他也不想想，是谁让他林家洗脱了冤名，又是谁让他坐上了这太医之位，他竟敢恩将仇报。只能说他重视的东西比这点恩情更甚。没错，不过娘娘可还要查探谁才是他的真正主子，一计不成还有第2计，娘娘此后还得警醒些了。本宫16岁入宫，至今几十年，也斗了几十年，一直以来不算特别顺遂，但也稳坐凤座。没想到临老了，这位置反而坐不稳了。若非娘娘年轻时就遭了暗算，又岂会只得嫡公主一个女儿？但凡有个皇子，也不至于像现在。当年我们也劝过，可抱养一个到西夏，
但娘娘不忍他人母子分离。可你这份菩萨心肠，到头来却换来他人的暗算。依我看，那害人的一目了然。谁是那最大的得利者？就是贤贵妃。看她刚才嚣张的，一副迫不及待要当这凤阳宫的主人呢。母亲这话过于武断了，最明显的反而最不可能。他野心之大，这宫里谁人不知？但他也不是真蠢。如果这般明显指向他，未尝也会有人栽赃陷害。太子，圣人一日还在，他都只是太子，像本宫一样，这位置都有人觊觎。如此，不如弄混了这池水，让这些牛鬼蛇，本宫反而安全些。关主觉得如何？娘娘，贫道不过区区女官罢了，只懂驱邪捉鬼治病。至于这勾心斗角，是不擅长的。卦象变了，什么意思？这位林太医活不了了。这背后之人竟然这般警觉吗？本宫听说道家有反噬一术，可是因为这针而遭了反噬死了。阴煞针入脑，也算不得是做了法，称不上反噬。这么说，这针也并非他所练，估计是受他背后之人所指使。秦流洗手掐法诀，口念法咒，凭空画了一道符印在黑针上。同时，另一边一个打坐的道长猛地惊醒：混账！是谁一再坏我好事，还想循着针来追踪本座？好大的胆子！那道长取出一面紫金八卦镜，口念法咒，那镜面当起一圈波纹。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。想看我？有点东西啊！秦流悉数诀一遍，也不反抗，直接透过阴煞针，顺着他的因果入了镜阵。此时二人都看到了对方，竟是个女官。你是何人？我是你姑奶奶。秦流洗手一挥，阴煞针开分阵。凭着刚才的记忆，秦流熙快速画出了一张画像，就是这个人，找到他，应该就在圣经。怎这么年轻？修道之人，若达到一定修为，不仅可保容颜不老，甚至还能返老还童。翠主以祸害中宫为由，全城搜捕。是。关主果然能人所不能。您谬赞了，术业有专攻罢了。就如我刚才所说，虽不擅长勾心斗角，但斗法还是能拿捏的。此行我能来见娘娘，想必承安侯也和娘娘说明缘由了。不知娘娘是否真心愿意上传？齐谦的身份算起来，可是你的情敌带来的外世子，要扶他上位，娘娘可想清楚了。关主不会以为本宫对圣人还有情啊？哦。从被封为中宫皇后之时，本宫就知道该如何面对夫婿。君臣相称，相敬如宾，也只有如此，才能度过这深宫漫长的岁月。本宫要的从来都是安享晚年，以及穆家的富贵。至于是谁当皇帝，本宫并不在意。比起那些有母亲的王爷们，或许齐谦这个妹夫才是穆家最好的人选。那他这辈分，史书都是由圣者编写的，若论关系辈分凌乱的，谁能及史记上那位有名的女帝？只要本宫要的都达成了，她是韩我母后还是韩我长姐，亦或只是太后，都不重要了，只要我们是圣者。娘娘真是难得清醒。其实吧，像我们这样的世家之女，大多都是要为家族谋利联姻而牺牲的，为自己而活是不太可能了。足旺则地气足，夫旺则腰感应，这就是深闺女人的命运。若不活得豁达清醒些，眼巴巴地指望着一个男人，这日子是没法过的。比之家宅，宫里斗得更厉害，兵不血刃，却处处透着血腥残忍。本宫要是生出一副恋爱脑，只怕这张凤榻上早已换人了。所以这皇位上是谁并不重要，只要穆家安然，本宫的公主依旧尊贵。行吧，我明白娘娘的意思了。二人正说着，翠竹带来一个公公回来复命了。娘娘，林太医服毒自尽了。林家人呢？侯爷已让人全部拿进来了。传本宫懿旨，林太医谋害中宫，请大理寺和刑部彻查此案。是。贫道还以为娘娘会治他们九族呢。治是自然要治的，但本宫受的这苦可不能白受。既要为那孩子扫清路障，那他前面就不该有人了。娘娘说的是。关主，本宫吃过的大寒之物，当真是往事不可追了吗？娘娘想要追查，总能寻到一点蛛丝马迹的，就看值得与否。其实也很容易查。在那时，最不愿意娘娘生下嫡子的是何人？又或者生下后，是谁最不想面对这威胁的？穆皇后微微一僵，回想过往，穆家曾掌过兵权，而圣人登基也曾对穆家颇为忌惮。如果他还能生，那对谁威胁大？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。秦流熙留下几个方子，便是和穆夫人一道离宫了。只是在出宫时，他看了看西六宫的东北位。小公公，那个地方是哪位娘娘的宫殿？陪这位贵人，那是周太后的寿康宫。
关主，刚才何故有此疑问？凤星白日离宫，死期会去宫顶，那位周太后要去见佛祖了。你是说太后要完？没错，告诉侯爷和娘娘有什么布置，须得早做准备了。另一边，宫里的贤贵妃正在训着那要出家做道姑的一个公主。可夫的一个小太监惊慌跑来：“贵妃娘娘，不好了，太后娘娘绝过去了。”秦刘熙回来后，又见到了消失已久的魏邪，一问才知，他竟是负责去勾周太后魂的阴差。听说周家错死，打伤了关里的老道长，要不要我给你报私仇？黄泉路上整一整那老太后。你可拉倒吧，那是当朝太后，位列凤位，自有国运庇佑。你动了人家，是不想做鬼了吧？这不是想给你出个气吗？出气也不至于动一个老太太的魂，她还能活几日？还有2日，我这是趁机躲个懒。这阵子死的人多，可把我忙的魂都虚了。快给我上点好东西。从前就说过，让你想一想以后的路，要么鬼修，要么就当这无常，多攒点功绩，然后投个好胎。你想清楚了没？好好的，怎么说起这个了？接下来我事儿会很多，兴许也会时常闭关，估计是顾及不上你们的。这为了那恶福4罗的事吗？是，所以往后你们得靠自己了，好自为之吧。转眼2日过去，宫里便是传出周太后驾鹤归西的消息。太后末世，全城缟素，举国同悲。而秦刘熙却是悄然登了蔺相家的门。看您这脸色不太好啊。上了年纪，又适逢太后末世，要到灵前哭丧，我这把老骨头可是有些遭不住了。您这是在跟我卖惨吗？我又不能带您去哭。这倒不至于，不过要是有些好的参茶喝着，倒也轻松些。总归是要干点为苍生请命的大事，这身子没养好可不行。关主说呢？呵呵，您就是靠卖惨想要我的参茶呗。回头我让人给您送来。最后一点了，您省着点。关主果然慷慨。那信阳王府的事，你所料没错，确实有个神秘的供奉。信阳王对他也很是看重，据说这位叫玄冥真人的供奉已在他身边有20年了。竟然是他？你认识？不认识，但我近日刚和他斗了场法，穆皇后被扎了根阴煞针，那针就是出自他手。看来这幕后主谋是信阳王府啊。难怪皇后娘娘被谋害这事，如今大理寺已经查到太子和赵王几人的派系上了。看来除了穆家，这信阳王也在其中插了一手。按皇后娘娘说的，水浑了才好把齐谦推出来上位，具体如何行事，蔺相这可得靠你们这些千百个心眼子的去谋划了。那这个玄冥呢？这个嘛，贫道自然是要去招呼招呼的。另一边，信阳王府的玄冥正心神不宁时，却被司仪郡主拦住了。真人，您看，这种胎的吉月都快过了，我却半点动静都没有。本真人早就提醒过郡主，要修身养性，为做贵子之母而做好最好的准备。但显然，郡主并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可这助孕的药我也吃了，而且我也没有多胡来。事到如今，只能铤而走险了。贫道还有一法，但因果报应极大，就看郡主愿不愿承受了。是什么？布天地5行催生阵，以寿数献祭借孕，再服下阴胎5行精血于阵中行。若成，则好运；若不成，那郡主寿数折损，还会遭因果反噬。这不行啊！都折了寿数还不能成，那算什么借运？运可借，但你的身体要是没那福气，天也没办法。那有多大的可能会成功？这就得看郡主的身体争不争气了。哪有什么都不付出就能凭空得到一切的？其实也不必强求。种阴胎生贵子本就不全指望郡主，王爷那边也已有人成了，能不能养足运，就看运到了。对了，吴小姐就是那成了的人。凭什么？她一个庶女，凭什么？就凭她命格里有凤星临盘，郡主若不是出生时5行俱全，命格清贵，王爷又岂会如此看重你？郡主还是早做决定吧。穆皇后那有个厉害的女道，如今到处都在找我，我得早日离开。还有残图的事也得去寻。我再想想，真的没有更稳妥的法子了。没有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好了，郡主宋姨娘见红了。废物，怎么看的人？还不请府医，再去外头请个太医来。不用了，他怕是遭了反噬，事不宜迟，直接剖出来，我马上布阵。郡主准备一下吧。夜幕降临，秦刘熙来到司仪郡主府，细细看去，竟是有源源不断的运道朝主院道涌去。忽的一声刺耳尖利的惨叫声响彻夜空。这是干嘛？他贴上女身符，立即往那声音跑去。但见屋内几个5大3粗的婆子
从一个妇人肚子里剖出一个小小胚胎，而那妇人正是第460集被他告诫过的宋姿莲。此时的他周身阴气蔓延，已是没了呼吸，怨气连接着他和胚胎。赶紧给郡主送去！吴父快步而去，宋姿莲的魂也飘出来跟了上去，只是在路过秦留希时，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忽地怨气大发。是你，你明知道我会出什么事，为什么不救我？你不是道长吗？不是大师吗？为什么不救我？去他喵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关我屁事！冤有头债有主懂不？再鬼叫打你个魂飞魄散！宋姿莲顿时被扇醒了，当即又冲了进去，要去找司礼郡主报仇。而彼时的玄冥十分的不安，他手指掐算了几下，竟然是大凶之象。天清地明，阴浊阳清，开我法眼。玄冥开了天眼，看到了宋姿莲的阴魂紧跟着屠夫身后而来。孽障，放肆！你还真是狠啊！人都死了，你还不放过？秦留希把宋姿莲的魂收进了养魂瓶，而玄冥在看清他的模样后，也是脸色大变，他果断祭出了5行杀生阵。披天盖地的高势向秦留希全部，玄冥知道他的厉害，又祭出一个古朴的3清灵，层层音波荡去。做完这些，他自知不是对手，立即便开逃了。天地无极，乾坤所挪。去哪呢？这位道友，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针对我？滚！谁和你同道中人啊？你是反派，有点自知之明好不？可我并没主动招人呀。你有，你在那张残阵涂下了追踪符印，你这是想黑吃黑，想钓我这条大鱼，想找另一份图。不，你什么你？说那份阵图残卷你是怎么得来的？你用它来钓鱼，钓的是另外的残卷吗？那个当道士的没几件压箱底的好货，那自然是本真人师门流传下来的。哦，有师门？你师从何人？告诉你了，你就放我走吗？不会。那我凭什么说？你满身罪孽，估计能出你这货色的也是个邪宗。昌城有个种茶的厉家，那茶园布了个5行催运阵，用的却是5行相生相克的童男童女，也是你干的吧？用5行之物就能布成的阵，你偏用活人，现在还为了什么5行贵子残害婴孩，这般恶毒阴损。哼，3清灵这等法器在你手上也是糟蹋了，不如我来教你玩灵吧。秦留希摇动3清灵，口念招鬼法咒，顿时阴风肆虐，一道道虚影从四面八方冲来。玄冥被无数虚影包围，撕咬啃噬，与他一同忍受的还有司仪郡主，他凄厉惨叫，双手双脚乱抓乱踢，整个人已是惊恐的要崩溃了。背负这么多业债，也该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亡灵的绝望了。此时的玄冥已是像一条死狗般趴在地上求饶。可忽的，秦留希汗毛倒竖，他猛地看向夜空，那凭空现出一巨掌，巨掌带着强大的气息开来。秦留希取出还没被他修补好的乾坤式魂镜，同时把杠一做金刚指，向那巨掌斩下。你这小孩倒是有几分能耐了。四罗，怎地这么脆？秦留希心疼抚摸着裂成2半的噬魂镜，再看刚才玄冥的地方，果然已是空空如也。此时的玄冥被甩到了一个静谧空间。臣服于吾，或者死。愿意，我愿意臣服。很好，成为神府的第一关，就是为本尊守死阵。阵在人在，阵破人亡。是，圣尊大人。司仪郡主府闹出来的动静不小，秦留希分别给蔺相和承恩侯送了信。至于如何把咒害皇后的罪名要安在信阳府头上，就不是他该操心的了。所谓趁你病要你命，翌日，司仪郡主和信阳王世子就被关进了大狱。而此时的秦留希也和令清堂夫妇说了此事。便宜他了，就因为这毒妇的嫉妒，我家姑娘遭了这么个大罪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下手的人已经死了，罪魁祸首估计也活不了多久，你们也无需再做什么了。孩子已无大碍，也可以回城了。2月龙抬头之后我们便回去，这次真是多亏关主了。是孩子有福报。随后秦留希又去寻了玉佛寺的会权。数年不见，施主修为大增哦，该称施主为真人了。担不起大师敬称，大师也成为一庙主持了。净慈长老去岁便已卸任，真人若再早些来，倒能参加贫僧接任仪式。真人此番前来，可是有事相商？是。主持，净慈长老有请真人。长老出关了。自净慈长老卸任之后，就一直闭关参悟佛法，不说其余信众了，就是贫僧都见不到。秦留希也没想到此行竟能见到那神秘的净慈大师，当即就跟着小沙弥去了。